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这款 SW01的大黄蜂变漆的放大加合金版本。盒子外包装直接是玩具的实物图。纸品方面，一张全彩印刷说明书，变形指示还挺详细。配件内容：臂刀、臂炮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这一款重生大黄蜂吧，应该算是。我就纳闷了，电影里边怎么没干掉它呢？以前的剧情是死擎天柱复活擎天柱啊，现在变漆电影已经延伸到了死大黄蜂复活大黄蜂了，那说明人家是电影系里边的下一个继任领袖啊。这一回是一个变漆的放大版本，车型的长度来到了21公分左右，着实不小的一个尺寸。推车滚动吧，就挺尴尬的，因为本身来说这个轮子滚动性还可以啊。但是因为我这个桌面太滑了，它是塑料的轮胎，就等于在这个桌面上溜冰的感觉。很透亮的车窗，上面的这些护栏的位置，前方的大灯处理。翻到底盘来，车尾这里其实有一个扣子，理论上是可以把这个臂刀挂上去的，但好像插的不是太紧，感觉晃里晃荡的。可是呢，它插上去以后还掉不下来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可是这个变漆模具的原始设计啊，半个手臂耷拉在底盘底下，挺碍眼的。车门可以打开，里边就是个大腿，也没什么细节。你从这个角度看吧，也好歹算一种展示效果。因为放大了，又加了合金，所以玩具拿起来还是挺压手的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变形吧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门卸开它。里边有挺多的搭在一起的扣子，而且这一回因为尺寸放大了，这些扣子也变大了，掰起来就挺费劲的，扣子变长变粗了，特别吃力。顶盖这里卸开，里边的暗扣，保险杠这里整个的顶起来，注意左右夹扣。官方原版的吧，这里边就是搭一下，而且料子也软，很轻松就卸开了。这回 KO 版料子变硬变厚了。而且扣子变大了，就会显得特别的硬。车顶卷起来以后，这块大玻璃再放下来，先掰松吧，然后翻到底盘来，两个手臂拉起来。它和腰带这里是有一个卡点的，靠这个边插在这里，扣开。前轮继续靠韧性往开抠，里边又有一个很大的扣点，打开它，夹一下。就挺吃力的，变起来。好，但也从另一方面发现这个料子还确实挺耐操的。翻个个儿，肩膀的零件扣起来，放好，然后车头的大灯往下撇一点点，整个让开这里边的零件，胸口往下折叠，跟这里插住两个扣子。背包再往里卷，同时往下拉，脑袋顺着这里就露出来了。下边两条腿左右掰开，插得特别的紧。翻到里边来，这里有一个合金的大脚丫子。根部这里是一个双段的关节轴，在往出折的同时，注意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锁扣，先折一点角度，翘起来边缘的这一块，双关节往下拉。把这个双关节的轴拉到最底，好，归位。然后后边的这一块旋转一下角度，脚丫子转正，再把腿肚子这一块包过来。这个双关节往上搓的时候会特别的紧，刚才这个轴我看搓的也挺费力的，问题就是出在这颗螺丝上紧了。如果你觉得这块变不过来呢，稍微的用改锥把这个地方松一松，松个1/4圈，这样你在变形的时候就舒服多了。最后扣臂刀，插臂炮，个头挺大的，拿起来还挺压手。主要的合金零件就是大脚丫子的这两块，其他的地方我好像并没有发现。虽然说官方原版的那个涂装也不咋地，但它毕竟刻线丰富嘛，这个两个蓝色的小豆豆眼做出来了，奶嘴的涂装也做出来，为什么眼眶子这圈不涂一下呢？可能这里点缀一点银漆，
这个脸的效果就好看很多了。现在看起来会更像一个骷髅头。变成人形之后，高度也来到了18公分左右，所以它的个头其实不小。总的来说啊，50、60块钱要什么自行车？防熊利器的一款产品啊，两个形态的还原度还不错，变形也是和官方那款差不多的，料子更加的厚实，加入了合金的零件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